其实高技成立30多年来，秉持的少样多样的精神，在服务我们的客户。那当然，其实在过程中难免会有一些错误啦。那我们导入 KM 的部分是说，从5年前我们开始，从业绩的成长、料数的增加，希望透过 KM 的部分，把这些发生的错误横向水平的展开到各单位，避免再发。我们简单讲就是不二过。当然是我们推动主要契机。其实我们印刷电路板在做，其实很多品质我们大家讲说都是设计出来的。那我一个案例就是我们一个工程的主管，工程其实在我们公司就是把制造流程一些过程部分设计出来。那他在跟我分享说，他在推动 KM 的部分，他在建置一些系统的时候，他可能有一个料号，他可能要用一些比较 high end 的材料。那当然这个部分是有一些特殊料号要做，那当然也不会常发生。那他的经验是说，他在2个月前，他因为有一些 case， 他就建置了。他过2个月后，他的工程师在问他说，怎么样处理这个事情？因为他在做宣导的时候有提醒说，工程师要做这件事情。他就跟工程师说，你可以上网去上 KM 的系统去查询，关键字可以看到这些。其实他在查的过程中，就马上有看到他当时在建置 KM 的部分的东西。那他为什么那么印象深刻？是说，他自己回想，假如说他2个月后他自己在做，可能也忘记了，也许他在口述过程会漏掉一些程序。可是透过 KM 的部分，让工程师可以 step by step 一步一步的照他的之前的经验，把它完成这事情，提升工作效率事半功倍的完成这件事情，所以让我们的推动小组深刻的体会到，说应该要把经验的部分整个建置在 KM 里面，算是我们在这推动过程一个连工程单位主管最讨厌做一些 paper 的主管都觉得应该要建置这些文件，让他的工程师都可以避免再发或是预防的工作，可以在系统上可以完成。这个是我比较印象很深刻的事情。其实高技在这5年之内，其实硬体的扩充或是提升是大家都可以做到。那软体的部分的提升是需要大家一起完成的。那我们在去年，那当然我们公司 ERP 其实用了很多年。那去年其实通讯软体很多，那我们有一些另外买的私有云的传播那类似 LINE 的部分在去年，那再来是那个 NBS 的部分也开始建置。那这个部分通常都是针对点跟线。那经由这1年多来，发现有一些横向的串联的部分缺少了一些，可能我们以前都是耳提面命的提醒说这类似的料号、类似的事情不要再发。那所以才会想触动我们去做 KM 的部分。那刚好瑞阳的部分，它有提供这样子的一个平台。那在一些知识的分享，我们经由这些部分可以把这些面串起来。本来线的联络单点的部分跟直线的部分可以做好，面的部分可以做到预防的工作。避免说相同类似的事情在不同的客户、不同的料号又再发生。我们简单讲说是，把这个点跟线的部分，透过那个 KM 的部分，把整个算是网状织起来一个绵密的网路，避免再发，然后再提升效率，让成本更有竞争，提供客户更好的产品，这样子。